美军开发新时代火炮，专注于打击坦克。未来反坦克的任务应该交给谁呢？无人机还是榴弹炮？内塔尼亚胡被偷家，打电话和川普谈笑风生。哈马斯出现大规模投降，以色列对伊作战计划疑似泄露。美国向乌提供200亿贷款，乌军复仇行动继续。逃兵旅线的援俄朝鲜部队，竟然是朝鲜最精锐的风暴突击队。10月18号，美国媒体战区爆料，美国陆军正在开发一种新型的155毫米反装甲制导炮弹。虽然号称炮弹，但是该武器不仅能自行寻找目标，还可以通过相互协作提升目标定位和打击效率。这些新型炮弹将在作战中为美军提供全新选择，让炮兵部队可以通过间接火力对抗敌方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包括那些移动中的目标。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陆军战斗弹药系统项目经理莱昂·罗杰斯上校展示了被称为 CDAEM Armor 的 XM1180 炮弹的最新进展。CDAEM 装甲弹从2018年起研发，并在今年3月进行实弹测试。罗杰斯上校在 AUSA 会议上表示， CDAEM 装甲弹标志着炮兵对装甲目标的新打击能力。他还提到，这些炮弹未来将具有相互通信的能力，从而避免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攻击，优化火力覆盖范围，确保更多目标能够被有效摧毁。通过将炮弹联网，这些弹药甚至可以相互帮助找到目标，即便目标已经超出了某些炮弹导引头的探测范围。协作能力不仅有助于发现目标，还能够根据预定的优先级选择特定的目标类型，极大提升炮兵打击的精准度和效率。目前的 XM1180 炮弹设计是基于 M982 神剑制导炮弹，利用 GPS 辅助的惯性导航系统，并加入了新的全天候导引头，以在飞行末端阶段进行目标定位。未来计划中还将研发更少依赖 GPS 的制导系统，以应对现代战场上 GPS 干扰和欺骗的威胁。乌克兰冲突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CDAEM 装甲弹还具有新型的单一装药穿甲弹头，最大射程可达60公里，并且能扫描约28平方公里的区域。该炮弹将成为美国陆军的155毫米榴弹炮，提供一种全新的反装甲打击能力，补充现有的神剑制导炮弹的不足。神剑呢，目前无法有效对抗移动中的目标，而1970年代研发的激光制导 M712 铜头蛇炮弹也因为需要第三方近距离目标指引的限制，使用效果受限。随着乌克兰冲突的进一步凸显155毫米榴弹炮在现代战场上的重要性，美国陆军也在增加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规模，计划将月产量从目前的4万发提高到年底的5.5万发，最终达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这些努力旨在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同时补充美国自身的库存。美国陆军还在计划开发 CDEM 系列的第2代炮弹 XM1208， 它携带有9枚传感器引信智能子弹药，作为现有的集束弹药的替代方案。事实上，在俄乌战争中，绝大多数被摧毁的坦克都不是因为直接火力，也就是坦克主炮发射的穿甲弹，无人机和榴弹炮才是乌克兰战场上的反坦克领域的 MVP。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自坦克诞生以来，甲弹对抗一直是坦克发展的主流，为什么现在反坦克的主力却不是坦克主炮了呢？事实上，坦克装甲和炮弹穿甲能力在100多年内是快速发展，支撑其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材料学的发展。从马克1采用的低碳钢到虎式坦克的均质轧钢，坦克的防御能力一直在不断上升。但为了平衡重量和机动能力，和冷战坦克相比，现代坦克只在前部和炮塔位置装甲进行了显著加强。现代坦克装甲一般分为3部分：最外层的爆反装甲、中层的模块化复合装甲，以及最里面的均质钢装甲。大多数的主流坦克，比如艾布拉姆斯、豹2 A8、T90， 其正面抗穿能力都能够达到1000毫米以上。相比之下，坦克炮的发展就较为落后了。
以埃布拉姆斯后坦克使用的120毫米 M829A3 平油穿甲弹为例，其初速可达1550米每秒，但穿透力最大仅为720毫米。这就意味着同级别的现代坦克很难在正面击穿其他坦克的装甲，反之亦然。当然，大兵提到了现代坦克的防御能力主要集中在正面和炮塔，而在侧面、背部以及顶部则几乎没有显著增强。30毫米的机炮就可以轻松击穿现代所有主战坦克的顶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无人机和榴弹炮会成为俄乌战场的主要反坦克力量，因为这两项武器均具备从上方攻击的能力，尤其是无人机，打击精度更为精确，可以直接袭击坦克的发动机排气口，一发就能让坦克趴窝。而榴弹炮的成本更低，火力覆盖面更大，但传统炮弹精度不足，所以对坦克进行打击时，往往采用多炮齐射的方式，加大命中几率。所以，俄军现在采取的小规模突击战术，就是通过分散坦克的进攻路线，来避免被炮击团灭。那么说到这儿，各位应该都理解美军为什么要开发这款 CDAEM 炮弹。这款炮弹在继承榴弹炮的大威力和射程的同时，和附加了无人机的智能。如果该武器能顺利进入规模化量产，可能又是一件足以改变现有战术的武器。10月19号，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重要通话。特朗普在当天晚些时候的竞选活动上透露，以色列之所以在当前冲突中占据上风，是因为内塔尼亚胡无视了拜登的要求。他强调，如果自己再次入主白宫，内塔尼亚胡会100%听从我的话，试图展现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恢复影响力的决心。就在同一天，内塔尼亚胡位于沿海城镇塞沙里亚的住处遭到了来自黎巴嫩的3架无人机袭击。当时呢，内塔尼亚胡夫妇不在住处。袭击中，1架无人机击中了一栋建筑，另外2架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尽管伊朗否认与这次袭击有关，但以色列认为真主党是幕后主使，并且坚称伊朗必须为此负责。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随后证实了这次通话的存在。在通话中，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的成功得益于无视拜登的指示，如果听从拜登的意见，以色列将无法获得现在的优势地位。特朗普借此机会再度批评了拜登政府在中东事务上的软弱态度，并且表示，我告诉你们，以色列现在的处境比3个月前强得多。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对哈马斯施压。自从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被击毙后，哈马斯的势力迅速衰退。辛瓦尔的死亡不仅削弱了哈马斯的战斗力，还让哈马斯高层陷入恐慌，他们不敢公开新领导人的姓名，生怕成为下一个目标。以色列则进一步利用舆论战，有相关信息源称，辛瓦尔所在的地下掩体内享受着奢华的生活，包括豪华住所、昂贵的爱马仕包和劳力士手表。虽然这些信息未经证实，但这些信息呢，依旧是激起了部分加沙平民的不满。他们开始反对哈马斯的领导。在以色列要么投降，要么死亡的最后通牒下，许多哈马斯成员开始举白旗投降了。以色列国防部称，目前已经有2.9万名哈马斯成员被消灭或者投降，剩下的约6000名成员不足为惧。许多巴勒斯坦人也响应以色列的呼吁，撤离了加沙北部地区。内塔尼亚胡指出，未来会有更多的哈马斯成员投降。10月20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推进，猛烈空袭真主党的目标，并成功消灭了真主党南部战线高级指挥官哈吉·阿巴斯·萨拉马。随着真主党领导人接连被击毙，其副秘书长纳伊姆·卡西姆被迫逃往了伊朗。以色列誓要彻底摧毁真主党，称其命运将与哈马斯一样。与以往高调承认袭击行动不同，伊朗这次否认指使真主党使用无人机袭击内塔尼亚胡官邸。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近期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呼吁中东国家不要为以色列的袭击提供领空，并警告以色列若对伊朗发动袭击，将遭遇严重的报复。然而，以色列并未因此退缩，继续为可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做准备。
10月19号，一个与伊朗相关的频道泄露了2份涉及以色列袭击伊朗准备情况的美国情报文件。这些文件详细描述了以色列为袭击伊朗所做的准备，包括弹药运输路线和空军演习计划。泄密事件发生后，美国官员对此深感担忧，并表示正在调查泄密源。虽然这次泄密不会影响以色列的攻击计划，但以色列不得不将行动推迟到11月5号之后。泄密事件让本已紧张的美以关系雪上加霜。以色列一直在准备对伊朗的报复行动，以回应10月1号的导弹袭击。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迈克尔·帕特里克·穆洛伊表示，这次泄密事件可能会侵蚀美以2国之间的信任，影响未来的军事合作。随着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势力不断被削弱，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愈发明显。然而，泄密风波和伊朗的复杂反应使得局势更加难以预测。尽管伊朗否认与无人机袭击有关，但以色列显然不会就此罢休。在未来几个月内，中东地区可能会迎来更为激烈的冲突，而伊朗、哈马斯和真主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10月13号，来自俄罗斯第155海军步兵旅的海军陆战队员俘虏了9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并对其进行了反人道的对待。次日，乌克兰空中突击旅的第82和第95旅展开了报复行动，专门追击第155海军步兵旅的小部队，并毫不留情地将其歼灭。10月20号，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第95空中突击旅在库尔斯克列昂尼多沃村附近，将第155海军步兵旅的一个排逼入了绝境，并彻底消灭。据报道，乌军摧毁了3辆 BTR 轮式装甲运兵车，并消灭了30名俄罗斯士兵。1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先是击伤了1辆 BTR， 为附近的乌克兰坦克创造攻击机会。随后，第95旅的1名反坦克专家使用标枪导弹摧毁了第2辆 BTR。第3辆 BTR 则在越过第95旅工兵埋设的地雷时被炸毁了。乌军对此讽刺称，其为来自第95团的问候。第155海军步兵旅屡遭重大损失。据波兰华沙智库研究所报告，该旅在2023年2月进攻乌克兰南部的堡垒城镇武赫勒达尔时，约有3000名士兵。在连续数日的战斗中，每天损失多达300人，这导致该部队几乎被全歼。克里姆林宫随后派遣增援部队，并命令该旅继续在武赫勒达尔地区投入战斗，但很快再度损失惨重。英国国防部在23年4月的总结中提到，该旅在过去6个月内至少2次被削减至无战斗力状态。10月1号，由第72机械化旅领导的乌克兰驻军在耗尽了战备部队后，武赫勒达尔最终落入了俄罗斯人之手。在武赫勒达尔失守的同时，第155海军步兵旅重新部署到了库尔斯克地区，并在上周领导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突出部西部边缘的进攻行动。虽然他们最初取得了几英里的推进，并且俘虏了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但随后就遭到了乌克兰的反击，攻势迅速削弱。目前的战斗不仅是常见的阵地拉锯战，而是一场充满个人情感的复仇之战。对于乌克兰士兵来说，复仇是强大的动力，而对于俄罗斯士兵来说，这无疑令人不寒而栗。第155海军步兵旅再次面临被全歼的危险。与此同时，10月20号的媒体报道称，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约200亿美元贷款，作为7国集团在6月份确立的50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原计划是由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共同分担贷款，但是由于欧盟对延长俄罗斯冻结资产期限的提议遭到了匈牙利的否决，美国放弃了这一要求，并决定独自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剩余的300亿则由日本、英国和加拿大各自承担。世界银行已设立专项基金，预计将在年底前拨付该笔贷款，且贷款将由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偿还，乌克兰无需承担偿还义务。此外，乌克兰获得的援助并不限于资金方面。法国公开表示支持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和加入北约的意愿，英国也原则上同意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7国集团防长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全面融入欧洲大西洋联盟，包括加入北约。
法国新任外长巴罗也在基辅表示支持乌克兰，并强调法国愿意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而在战场上，乌克兰继续进行反击。俄军虽然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了第二波大规模反击，缩小了乌军的控制面积，但乌军很快稳定局势，向俄军反击。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视察了苏梅和库尔斯克作战部队，表示尽管敌人在人力和装备方面占据优势，但乌克兰军队的技能和专业精神不会让俄罗斯侵略者实现其目标。与此同时，在赫尔松地区，俄军摧毁了奥列什基的桥梁，以防止乌军向南推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表示，无法证实关于朝鲜派遣士兵援助俄罗斯的报道，但参议院议员已经要求拜登政府对此做出澄清，这一趋势可能会对俄乌局势产生影响。俄乌战争进入到第970天，尽管乌克兰遭受重大损失，但其韧性不减，继续坚持战斗。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乌克兰的目标是为其人民争取真正的正义和生存权，并通过奋斗实现可靠和公平的和平。对于乌克兰来说，每一场战斗都是通向胜利的重要一步，而真正的自由则是要通过抗争和忍耐赢得的。上期视频中，大兵介绍了朝鲜支援俄罗斯部队中出现了19人逃跑，并且被俄罗斯督战队追捕的消息。现在关于该部队的更多信息流出，没想到这支刚离开朝鲜就出现逃兵的部队，是将军手下最精锐的风暴突击队。据报道，朝鲜这次派遣给俄罗斯的是朝鲜人民军特殊作战军第11军团，也被称为暴风军团的精锐部队。虽然性质上与韩国陆军特战司令部类似，但朝鲜显然认为规模必须更大才够威风。暴风军团下属的部队包括名为闪电的轻步兵旅、雷霆的航空陆战队以及名为霹雳的突击旅，共计10个旅，总兵力约在4万到8万人之间。毕竟兵力越多，将军的安全感也就越高。根据政府消息来源，朝鲜预计派遣暴风军团下属的4个旅，约 1.2 万名士兵，其中1500人已经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后续还将计划进行第2批运输。除了第11军团之外，朝鲜特殊作战军下属还包含了特种作战大队、前线军团的轻步兵旅和突击旅、海军、空军以及防空部队的突击旅，以及前线师的轻步兵团等，总兵力约为20万人。据称，暴风军团总部设在平安南道德川市，是以特战第8军团为基础创建的最精锐的特种部队。而特战第8军团是1968年袭击青瓦台的124部队为基础，在1969年成立的。朝鲜在1983年将该部队改编为轻步兵教导局，并且不断整合其他特战部队，最终创建了暴风军团。去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75周年的阅兵仪式上，暴风军团的军旗和演练画面一起亮相。在金正恩旁边，暴风军团的军旗被镜头捕捉到。朝鲜媒体称，这个部队是特种作战军种子部队。金正恩在上个月11号和本月2号2次视察了疑似暴风军团的特战部队，这可能是在为派驻俄罗斯的任务做准备。过去，朝鲜曾经向越南和中东派遣过战机飞行员和军事顾问团，但这次如此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尚属首次。在越南战争期间，朝鲜派出过战机飞行员和心理战部队，而在第4次中东战争中，也曾向埃及派遣飞行员。此外，朝鲜还曾向利比亚、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派遣过数十人的军事顾问或者教官团队。朝鲜非常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哪怕只是一小撮教官。根据一位韩国军事博主的补充，暴风军团由10个旅组成，第1到第3旅为霹雳突击旅，专职对关键目标进行渗透、攻击、破坏；第4到第7旅为闪电轻步兵旅，专精于快速穿越山地，但是没有空降和空中突击能力。专家认为，这些部队可能适合俄军的某些突击战术。第8到第10则是雷霆伞兵旅，擅长在敌后地区进行大规模空投行动。如果这些旅的任何成员被部署，极有可能像俄军和乌克兰军的伞兵一样，充当传统的精锐步兵。
朝鲜似乎已经准备好派遣他们的德意之师，或者是那些没办法拒绝这份光荣任务的士兵，参与到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中。只希望这些士兵在出发前都带上了足够的粮面，以免在异国他乡想家。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